很多朋友一听到7月鬼门开，这心里就毛毛的。但你知道吗？7月其实是女人翻盘转运的黄金期。在佛教里面，农历7月是地藏王菩萨大放光明、护持众生的吉祥月、报恩月。地藏王菩萨发过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在这个月里，菩萨消业障的佛光最亮，专门来接引受苦的众生。地藏经里面说得清清楚楚，若男若女，念得一佛号，终不堕恶道。只要你心里有佛，一声佛号就能保全家平安。而且菩萨最疼惜世间受苦的人，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女人这辈子操劳家庭，咽下的委屈多，流的眼泪也多，你的苦，地藏王菩萨都看在眼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地藏月里菩萨最疼惜、最愿意亲自撑伞护佑的3种女人。我会带你一步步对照，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女眷刚好是这3种人，菩萨就会亲自为你们撑伞，保佑你下半辈子逢凶化吉，越老越有福气。哪怕现在日子再难，你也会豁然开朗，直接掌握在日常生活中转念改命的通天法门，还能学会不花1分钱，在家里就能让下半辈子逢凶化吉，老来富贵的转运秘诀。这几天刚过立秋，节气一换，天地间的磁场也在跟着转变。秋天是收敛沉淀的季节，也是我们把浮躁的心收回来，好好积攒自身福报的时候。老一辈常讲相学，说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晚年能不能过得安稳，其实不用去算命，看看她的脸皮，看看她的骨相，甚至看看她平时在家里说话的语气，心里就有数了。很多女人到处跑道场，初一15大老远跑去名山大川拜佛，捐钱点灯，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很多人却忘了，家里就有现成的活佛菩萨，那就是我们的父母，还有公婆。地藏经整部经讲到底就是一部孝经。地藏王菩萨当初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愿，还不是为了救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母亲。所以一个女人如果懂得孝顺感恩，善待长辈，这就是在直接跟地藏王菩萨连线。你对父母亲的一片孝心，就是在积累世间最大的福田。我知道讲到这里，荧幕前一定有很多女性朋友心里不是滋味，甚至觉得委屈。不是我不想孝顺是我那个婆婆实在太刁钻了，我那个老父亲脾气像未爆弹一样，怎么伺候？这句话说到了多少中年女人的痛处。女人结了婚，走进另一个家庭，要融入别人的生活习惯，这本身就是脱了一层皮。如果再遇到长辈生病卧床，性格古怪，那种身心俱疲的煎熬，真的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各位朋友，很多时候日子苦不苦，全在你心念一转之间。这最容易得到菩萨亲自撑伞护佑的第一种女人，也就是懂得孝顺长辈、安忍转念的女人。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认识一位大姐，我们叫她春兰。春兰今年50多岁了，年轻时嫁进门，婆婆就是出了名的强势。前几年婆婆突然中风瘫痪在床，这下可好，
吃喝拉撒全落在春兰一个人身上。瘫痪病人的脾气是很古怪的，因为他心里苦，身体痛，他发泄不出来，只能折磨身边最亲近、照顾他最用心的人。春兰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熬粥，要把南瓜和瘦肉剁得细细的，熬得软烂，一口一口吹凉了喂给婆婆吃。可是婆婆不领情啊，有时候粥稍微烫了一点，婆婆一巴掌就把碗打翻在地，热粥泼了春兰一身，嘴里还含糊不清地骂着：你是不是想烫死我这个老太婆，好霸占这个家？春兰站在满地狼藉的床前，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她丈夫做点小生意，早出晚归，赚不到什么大钱，回家倒头就睡。春兰心里那个苦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段时间你去看春兰的面相，整个印堂发黑，眉头深锁，眼神里全是怨气和疲惫，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有一天，春兰实在受不了了，她跑到常去的寺院里，跪在地藏王菩萨面前嚎啕大哭。她问菩萨：我到底造了什么孽，这辈子要来受这种折磨？当时寺院里的一位师父走过来，递给她一杯温水，对她说了这么一段话。师父说：你觉得床上的婆婆是来讨债的冤亲债主，那她就是你的活地狱。但如果你心念一转，把她当成是地藏菩萨化身来考验你的安忍，来帮你消业障的，那这张病床就是你成佛的道场。师父告诉她，不要去看婆婆那张愤怒的脸，去看看婆婆衰老无助的身体。她发脾气是因为她恐惧死亡，恐惧失去控制。你照顾她，不是在伺候一个刁难你的人，而是在清洗一尊沾满灰尘的未来佛。春兰听完犹如醍醐灌顶。那天回家，婆婆因为大小便失禁，把床单弄得一塌糊涂，正气急败坏地在那里摔枕头。要是以前，春兰肯定一边收拾一边掉眼泪，心里不停地抱怨，但那一次春兰没有。她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南无大愿的藏王菩萨。她走过去，没有一丝嫌弃，用温水毛巾一点一点帮婆婆擦拭干净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和床单。擦拭的时候，春兰的手很轻柔，她一边擦一边在心里想，这是在供养菩萨，这是在洗净我生生世世的业障。奇迹发生了，当春兰的内心不再有对抗，不再有怨恨，而是充满了平静和慈悲的时候，婆婆竟然也安静了下来。婆婆看着春兰柔和的侧脸，看着她额头上的细汗，突然眼眶红了，嘴巴哆嗦了半天，终于挤出2个字：苦了你了。那一刻，春兰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但这一次不是委屈的眼泪，而是释怀的眼泪。她知道自己过关了。从那以后，春兰就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把照顾婆婆当成苦差事，而是当成自己每天的修行。她一边做家务，一边在心里默念地藏菩萨圣号。渐渐的，春兰的面容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原本充满戾气下垂的嘴角慢慢上扬了，浑浊的眼神变得清澈明亮，脸上的皮肤
甚至透出一种温润的光泽，这在相学上就叫做相由心生，是标准的富贵祥和之相。更有意思的是，自从春兰转变了心态，家里的磁场完全变了，没有了争吵和怨气，家里充满了温暖和包容。她丈夫回到家，看到干净的房间、和气的妻子和安详的老母亲，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感激，工作起来也更加拼命。就在短短半年后，丈夫的生意遇到了一位大贵人提携，一下子接了好几个大单，家里的经济条件彻底翻了身。旁人都说春兰运气好，熬出头了，但只有春兰心里清楚，这哪里是运气，这是她忍下一口口委屈，用孝心和转念一点一滴给自己，给这个家积攒下来的天大福报啊！各位朋友，这就是最容易得到地藏菩萨护佑的第一种女人。她们懂得百善孝为先的真谛，她们明白父母亲就是家里的风水。当你能够把对待外人的那份耐心拿一半来对待自己的父母公婆，当你能够在长辈无理取闹时心念一转，用柔软和包容去化解，当你不再把尽孝当成负担，而是当成积累福田的机会时，你就已经与地藏菩萨感应道交了。一个对父母长辈孝顺感恩的女人，她的福报是绵延不绝的，哪怕她现在手头很紧，哪怕她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都请不要灰心。菩萨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你所受的每一分苦，咽下的每一口委屈，尽的每一份孝心，最终都会化作你晚年时的安康，化作你子孙后代的繁荣昌盛，保佑你一生平安如意，富贵长久。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最容易得到地藏王菩萨护佑的第二种女人，也就是心软慈悲，见不得别人受苦的女人。这类女人身上天生具备一种极深的佛缘，在佛教里，这个特质叫做慈悲。一说到慈悲，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那得是大老板捐几百万盖庙，或者每个月去大办放生才叫慈悲吧。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慈悲不在于你掏了多少钱，而在于你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里对待身边人事物的那份不忍心。我佛慈悲，女人天生具备母性，这种心软本身就是极深的佛缘。一个慈悲知足的女人，遇到不幸的人，她会心生怜悯；遇到别人过得好，她不会眼红嫉妒，反而会随喜赞叹。这种女人就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里都能温暖别人。菩萨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会不喜欢不护持这样的女人呢？我给大家讲讲在我们传统菜市场里一位美珠姐的故事，大家听完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慈悲，什么是菩萨的护佑。美珠姐今年快60岁了，在市场里摆了个小摊，专门卖手工素包子和馒头。大家都知道早市的生意很辛苦，凌晨3、4点就要起来揉面发面。美珠姐的摊位旁边是一家卖炸鸡卤肉的摊子，那生意可是火爆得很，每天大排长龙。换做一般人看到旁边生意那么好，自己卖素包子却只有零星几个客人，心里肯定会酸溜溜的，甚至会眼红嫉妒。
但美珠姐从来不会。她看着隔壁老板娘忙得满头大汗，还会主动过去帮忙换零钱，笑着跟人家说：老板娘，恭喜发财啊，今天生意真好。这在佛法里就叫随喜赞叹，别人好，我们替他高兴，这份欢喜心一发出来，你自己的磁场就充满了正能量，你也沾了福气。美珠姐不仅不嫉妒，她还特别看不得别人受苦。市场里常常有个70多岁驼背的老阿嬷来捡纸箱，这阿嬷身上总有一股怪味，很多摊贩嫌她脏，会把她赶走，怕影响生意。但美珠姐每次看到老阿嬷，都会把她叫过来，让她在摊位旁边的板凳上坐着歇会儿。然后美珠姐会挑2个最大最热乎的素菜包，再倒一杯热腾腾的豆浆，塞到老阿嬷手里。阿嬷不好意思拿，美珠姐总是笑着说：阿嬷，这是今天做多了卖不完的，你帮帮忙，帮我吃掉，不然也是浪费。其实哪里是卖不完，那是美珠姐特意留给阿嬷的，她宁愿自己少赚几十块钱，也不忍心看着一个老人家饿着肚子捡垃圾。美珠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做着小本生意，为人和善。可是人生无常，老天爷有时候就是会给好人安排一些难关来考验他的道心。前几年美珠姐为了解决女儿出国念书的学费，咬牙跟了一个民间的互助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标会。她省吃俭用，每个月把卖包子的辛苦钱都投进去，好不容易缴了快100万，眼看着就要轮到她标下这笔钱了，结果那个会头竟然卷款潜逃，倒汇了100多万啊！那可是美珠姐揉了多少个面团，起了多少个大早才攒下来的血汗钱。这个消息对美珠姐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那天晚上美珠姐没有揉面，她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客厅里，看着记账本，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她甚至想过干脆走到河边往下一跳，一了百了算了。这日子实在是太苦太欺负人了。就在他满脑子都是绝望和对那个会头的怨恨时，他突然抬起头，看到了客厅神桌上供奉的地藏王菩萨像。菩萨低垂着眼眸，那么慈悲，那么安静。美珠姐跪在菩萨面前，一边哭一边念起菩萨的圣号：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念着念着，他原本揪在一起的心慢慢地松开了。佛法说万事皆是因果，美珠姐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这是我上辈子欠他的，那这笔钱就当我还债了，从此两不相欠。如果我不欠他，他骗了我的血汗钱，老天爷和因果自然会去找他算账。我不能为了别人的过错毁了自己和女儿的一生。这就是学佛女人的定力，这就是慈悲心肠带来的转念智慧。美珠姐擦干眼泪，第二天凌晨她照样准时起床，揉面蒸包子。虽然眼睛还是肿的，但她对客人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真诚。她还是照样把热包子递给那位捡纸箱的老阿嬷。没过多久，奇迹发生了。有一天，老阿嬷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跟着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原来这男人是阿嬷的儿子，早年在台北做大生意，因为一些家庭误会，
母子俩失联了好几年。最近儿子好不容易找回了母亲，才知道母亲这几年一直在市场捡破烂。老阿嬷拉着儿子的手，指着美珠姐说：我这几年能在市场熬下来，多亏了这位老板娘，天天给我一口热饭吃。儿子听了，当场眼眶就红了，深深地给美珠姐鞠了一个躬。当他得知美珠姐最近被盗汇，陷入经济困境时，立刻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和律师团队，迅速帮美珠姐查到了那个卷款潜逃汇头的下落，并在对方把钱转移出境前，成功申请了财产价扣押，帮美珠姐把那100多万的血汗钱一毛不少的追了回来。不仅如此，这个儿子名下有好几家工厂。为了报答美珠姐的恩情，他直接跟美珠姐签了长期的合约，让美珠姐每天供应他们工厂员工餐厅的素食早餐。美珠姐的包子摊一下子变成了小型的中央厨房，生意稳定又红火，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没有客人了。各位朋友，听到这里，你们觉得这是巧合吗？根本不是巧合，这就是《地藏经》里说的因果，这就是菩萨的暗中护佑。美珠姐哪怕自己过得再难，也见不得别人苦，她用一颗慈悲心给流浪的老阿嬷撑起了一把伞。结果呢，这把伞最终在狂风暴雨的时候遮住了她自己。这就是第二种女人，慈悲知足的女人。她们可能没有高学历，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她们骨子里的善良就是世间最强大的护身符。如果你也是这样一个心软善良，见不得别人受苦的女人，请你一定要相信，你给出去的每一份温暖，哪怕暂时没有回报，也已经被存进了宇宙的福报银行。你在地藏月里，菩萨的佛光会加倍照耀着你。遇到不幸，菩萨会化身为你生命中的贵人来拉你一把。遇到喜事，菩萨会让你的富贵长长久久。善良的女人绝对不会吃亏。最后要讲的这第三种女人，可以说是福报最深，最让菩萨欢喜赞叹的，那就是深信因果，懂得靠修行来改命的女人。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很多女人一辈子为了感情，为了家庭，付出了全部，最后却换来一身的伤。遇到这种委屈，一般人肯定会抱怨，我命怎么这么苦，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但学佛的女人不一样，她们心里有一杆秤，这杆秤就叫因果。她们知道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今天你所承受的每一分苦，遇到每一个伤害你的人，其实都是过去生中结下的恶缘，是来讨债的。当一个女人深信因果，她就不会再把精力浪费在抱怨和哭泣上。哪怕造业深重，命运再坎坷，她也懂得如何去化解。这样的女人身边自有护法善神拥护，有十方诸佛的佛光护体。我们来说说单亲妈妈秋霞的故事。秋霞原本有个还算幸福的小康家庭，但几年前她丈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仅把家里的积蓄败光，还在外面欠下了一大笔地下钱庄的债务。最后这个男人竟然连夜跑路了，
留下秋霞和一个还在上国中的女儿，面对每天上门讨债的凶神恶煞。那段日子对秋霞来说简直是人间炼狱。那天深夜，秋霞独自坐在那间普通的卧房里，没有开大灯，只有一盏旧台灯亮着。看着四面熟悉的白墙，茶几上堆满了红字的催交通知单，秋霞的心已经死了。她甚至在想，干脆带着女儿一起走吧，离开这个充满绝望的世界。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秋霞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一本以前在寺院结缘带回来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她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一样，翻开了经书。佛学讲究一个缘字，秋霞看着经文，虽然有些字句不懂，但她看懂了地藏王菩萨为了救度众生，连地狱都愿意去的慈悲愿力。她突然明白了丈夫的背叛，这满屋子的债务不是老天爷在惩罚她，而是她数世的业障现前，是冤亲债主来讨报了。如果她现在选择想不开结束生命，这笔债依然没有还清，来生还要继续纠缠，甚至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恶道。心念一转，地狱变净土。秋霞没有寻短见，她在那间普通的卧房里，对着窗外的夜空跪了下来，发愿要为丈夫和自己忏悔业障。从那天起，无论白天打几份工有多累，秋霞每天晚上一定会坐在这间房间里，虔诚地诵读一部《地藏经》，并将功德回向给那些债主，祈求菩萨加持，让他有力量把债还清。各位朋友，修行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当秋霞不再把讨债的人当成仇人，而是当成自己因果中的债主来忏悔时，她身上的气场变了。她原本充满恐惧和怨气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平静。说来也神奇，当地下钱庄的人再次上门时，看到秋霞那种不卑不亢坦然面对的态度，竟然也被震慑住了。秋霞平静地跟他们协商了分期还款的计划，因为她每天诵经，心绪清明，工作起来特别专注不出错。后来还被老板提拔成了主管。几年的时间，秋霞凭着惊人的毅力和佛法的加持，硬是把那笔巨债还清了。不仅如此，她在这几年的修行中化解了心中的贪嗔痴，整个人焕发出一种菩萨般的庄严相。女儿在她的身教下也变得非常懂事优秀。各位，遇见学佛修行的女人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一定要珍惜善待，因为她们是未来的金刚佛，无论何时何地，她们都不会被命运打倒。在地藏月这个特殊的月份里，如果你也觉得自己现在违缘很多，阻碍重重，请你一定要像秋霞一样开始念诵地藏王菩萨圣号。只要你深信因果，虔诚念诵，一定能消除所有的烦恼和障碍，把厄运转好，靠修行真正的改变自己的命运。前面我们聊完了这3种最容易得到地藏菩萨护佑的女人，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会犯嘀咕，那我怎么知道菩萨到底有没有在暗中保护我呢？我自己平常也有念经，也有尽孝，我有没有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其实
这点大家完全不用猜。佛法讲述因果，也讲究感应道交。当一个女人开始被地藏菩萨护佑的时候，她的生活甚至她的身体磁场一定会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祥瑞征兆。今天我们就来盘点最准确的这3种祥瑞，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对照看看，最近这段时间在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发生这些奇妙的变化。第一种祥瑞，梦境清净，醒来身心舒畅。我们都知道农历7月这个特殊的月份，很多人的磁场比较容易受影响，晚上睡觉有时会不安稳，甚至会梦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场景，或是久远过世的亲人。但如果你这段时间或者长期以来梦境发生了改变，这就是一个大好征兆。什么样的改变呢？比如你不再做那些被人追赶从高处坠落的恐怖噩梦了，取而代之的是梦见一片清净明亮的水，或者是温暖柔和的光芒。甚至有些朋友会梦见庄严的佛寺，听见好听的梵音。在佛学里，梦见清净的水和光明，预示着你身上的业力正在减轻，你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这代表你平常念的那句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已经在你的心田里种下了善根，菩萨的消业佛光已经照进了你的梦里，为你拔除烦恼。第二种祥瑞，容貌转变，面相越来越柔和富贵。传统相学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相由心生。一个女人20岁之前的容貌是父母给的，但40岁以后的长相就是自己修来的。如果一个女人长期得到地藏菩萨的护持，你会发现她原本可能有些下垂的嘴角慢慢会微微上扬，原本因为生活劳碌而充满戾气或哀怨的眼神会变得非常清澈慈悲。这不是用了多贵的保养品能擦出来的，而是骨子里的善良和定力改变了皮相与骨相。当你发现自己最近照镜子，觉得自己的面相比以前更加柔和，更加顺眼，甚至身边的朋友也开始夸看起来特别有福气，气色特别好的时候，请一定要感恩，这说明你的心里已经装进了菩萨的慈悲。这种内在的和善就是老来最顶级的富贵相。第3种祥瑞，遇难成祥，冥冥之中有避险的灵感。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难免会遇到一些坑坑洼洼，但得菩萨护佑的女人身边就像有一道无形的防护罩。比如你某天出门前突然心里升起一个念头，觉得不想走平常走的那条路，结果后来听说那条路上发生了严重的连环车祸，又或者你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甚至差点要被诈骗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平时不太联络的贵人打了一通电话给你，无意间的一句话就把你点醒了。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把这些当成单纯的运气好，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这些在关键时刻拉你一把的念头，或者突然出现的贵人，其实都是你平时积累的福报显化，是护法善神在冥冥之中拨弄，让你避开灾祸，逢凶化吉。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了这3种祥瑞的其中一种，哪怕只有一种，都请你双手合十，
在心里默默感恩地藏王菩萨。这代表你走在对的路上，你的善良、孝顺和修行都没有白费。接下来的日子，请继续保持这份善念，你的下半辈子一定会越来越平安如意，富贵长久。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已经充满了法喜和信心。但是也一定有朋友会叹气说，老师，我也想修行，可是我现在日子真的很难熬，每天一睁开眼就是柴米油盐，孩子的学费，老公的唠叨，家里一团糟，我也没那个闲钱和时间去大寺庙里做法会。农历7月，我在家里能做点什么才能跟地藏菩萨感应，改变现状呢？各位朋友，千万别灰心，佛教最讲究的就是方便法门。真正的道场不在深山老林里，也不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上，真正的道场就在你家的厨房里、客厅里，在你每天的起心动念之间。今天我就特别为大家整理了地藏月修行的居家3法，不花钱，不费力，不出门，只要你照着做，在家里一样能为自己和家人积累无量福报。第一法，晨起一念，化解一日焦虑。很多中年女人都有睡眠不好的毛病，早上醒来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或者一想到今天还有一大堆家事要忙，眉头就不自觉地皱了起来。这在佛法里叫做无明烦恼，一天美好的磁场就这样被破坏了。从明天开始，大家试着这样做，早上睁开眼睛，先别急着滑手机，也别急着下床去厨房忙乎，你就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深呼吸，在心里默默念诵一遍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就这一句佛号，只要你念得诚心，它就像是一颗定海神针，能瞬间把你那颗浮躁焦虑的心给定住。用这份清净的定力去开启新的一天，你会发现原本觉得烦人的家务事做起来顺手了，出门去买菜，遇到的人也变得和气了。晨起的第一个念头是善念，是佛号，你这一天都会被菩萨的宵夜佛光笼罩着。第二法，以食布施，积累家族福德。很多朋友觉得布施就是要拿大把的钞票去捐款，其实对于我们家庭主妇来说，厨房就是最好的布施道场。农历7月，如果你条件允许，可以在初1、15或者地藏菩萨圣诞，也就是农历7月最后一天这几天，为全家人煮一顿简单清淡的素食，茹素1天就是放生1天，这是不花1分钱的大功德。如果在平时你在洗米煮饭的时候，可以刻意多抓一小把米，或者把切下来的菜叶子、剩饭放在阳台或者楼下的小花园里，喂给流浪的小猫小狗，或者是路过的麻雀。在喂的时候，心里默念一句，愿以此食物供养十方众生，阿弥陀佛。这叫什么？这就叫以食布施。你用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食物解救了小动物的饥饿，你把这份布施的功德在心里默默回向给自己的家人以及累世的宗亲。这种不经意间的善良日积月累下来，你家里的福报会越来越厚，这比你去算命改运有效1万倍。
第三法，心经定心，把火宅变清凉地。居家过日子，哪有锅勺不碰锅沿的？夫妻之间斗嘴，婆媳之间闹矛盾，甚至孩子叛逆顶嘴，这些都是常态。以前遇到这些事，你可能马上就火冒三丈，跟着大吵大闹，最后气得自己胸口痛，家里也像个火宅一样乌烟瘴气。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地藏经里最核心的智慧，叫做安忍。下次当你老公又在唠叨，或者婆婆又在挑剔你煮的菜太咸的时候，你先别急着顶嘴，你在心里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不是在吵架，这是在考验我的定力，这是我的力争上缘。你心念一转，把对方的刁难当成是地藏菩萨化身来帮你消业障的，你只要忍住这一口气，不回嘴，给他一个柔和的微笑，或者转身去客厅喝口水，你会发现对方一个人吵是吵不起来的。这就叫安忍转念。你忍住了一句恶言，就等于在家里种下了一朵莲花，慢慢的家里的暴戾之气会被你的柔软给化解掉，充满火药味的家就会变成充满和气的清凉地。各位朋友，农历7月，请一定要记住这居家三法，晨起一念，以食布施，安忍转念，把佛法融入你的柴米油盐里，你就是家里最大的菩萨，你的家就是最有福气的风水宝地。这支影片讲到这里也快接近尾声了。在这个刚刚跨过立秋，节气开始交替的时刻，天地间的磁场正在悄悄发生转变，秋风一起，万物开始收敛。这正是我们沉淀内心，将向外攀求的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的最好时机。我们常说心念一转，万物皆变，这不只是世俗的道理，更是佛法里最深刻的智慧。女人这一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20岁的时候，为了爱情的得失患得患失；30岁的时候，为了孩子的学业和家庭的生计四处奔波；到了40、50岁，本以为可以喘口气，却发现父母老了，公婆病了，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我们就像是一根蜡烛，两头燃烧，把最明亮的光都给了别人，留给自己的往往只有深夜里默默咽下的眼泪和满身的疲惫。弘一法师曾经说过一段非常通透也非常慈悲的话，他说，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实都控制了你。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天地都是你的。各位朋友，我们这半辈子操心丈夫，操心孩子，操心这个家，总想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但佛法告诉我们，人生万事皆在因果之中，很多事情不是你操心就能改变的。放下那份过度的控制欲，把紧握的双手松开，你会发现，原来地藏王菩萨一直都在你的身边，默默地为你撑着一把名为慈悲的伞。地藏王菩萨发过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菩萨连地狱里最苦的众生都不放弃，又怎么会舍弃在这滚滚红尘中咬牙坚持善良本分的你呢？不管你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哪一种女人，
是那个即使受了委屈，依然把父母公婆当活佛一样孝顺感恩的女人，是那个哪怕自己淋着雨，也见不得别人受苦，愿意给别人撑伞的慈悲女人，还是那个遭遇了命运的重创，依然深信因果，坚持念佛修行来改命的女人。你们身上的每一份坚韧，每一次心念转向光明的瞬间，天地神明都看在眼里，菩萨也都记在心里。你要知道，你所受的每一分苦，咽下的每一口委屈，都不会白白浪费，它们就像是经过烈火淬炼的真金，最终都会化作照亮你下半生前路的光芒，化作改变你面相与骨相的富贵之气，更会化作庇佑你子孙后代绵延不绝的深厚福报。农历7月是地藏菩萨大放宵夜佛光的报恩月，也是一年之中我们修持地藏法门为家人祈福消灾的黄金期。如果你现在心里还有跨不过去的坎，还有解不开的结，请不要害怕，也不要孤单。现在我邀请荧幕前的每一位朋友放下手边的繁杂，深吸一口气，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这句充满无量功德的祈福语：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愿以此听经闻法之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与历代宗亲，祈愿全家逢凶化吉，业障消除，福慧双增。当你打下这行字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祈福，你也是在为评论区里千千万万个有缘人送上祝福。当1万人、10万人都在这里留下善言，我们的评论区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充满正能量的慈悲磁场。这股磁场会跟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感应道交，化解你身上所有的违缘，把所有的厄运都挡在门外。如果这支影片让你的心里得到了一丝温暖与平静，请一定要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女眷、你的闺蜜，还有你最在乎的家人。让我们一起把地藏菩萨的这份慈悲传递出去，让更多的女人都能在农历7月得到菩萨的护佑，一生平安如意，富贵长久。这期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觉得对你的生活和修行有所启发，非常欢迎你点击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分享更多温暖的佛法智慧与转运善缘，帮助我们一起把生活过得越来越有福气。感恩你的观看与支持，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结善缘。